斯说自己跟杨洋一点默契都没有，尴尬地对视了一眼，这是在避嫌吗？作为鹅厂的一大古装项目，赵露思和杨洋的《放手天下》一经播出就受到广泛关注，成为当之无愧的古装载体。随着《如故归来》的收官，偏向这部剧的流量会越来越多，后续走势相对乐观。作为男女主，杨洋和赵露思正处于宣传期，有高频访谈活动。在某次采访中，赵露思的这番话让人觉得她是在避嫌，故意和演员杨洋避嫌。赵露思接受采访称与杨洋毫无默契，对视尴尬。作为女主，赵露思在采访中很容易被问到与男主杨洋相关的问题，这也是剧宣采访的常规流程。男女主角朝夕相处几个月，一起拍戏，不问他们还能问谁？首先，他们最熟悉自己的伴侣；其次，他们可以带动观众看剧。男女主互相调侃、互相评论，也是一种 CP 感的体现。当被问到和杨洋有没有默契时，赵露思回答得很纯粹，直言没有。我告诉你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她的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，挥舞着小手来证明，既然没有默契，那具体表现是什么呢？赵露思还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，直言需要对视的时候，两个人绝对不会对视。赵露思还强调了尴尬，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显得十分清纯可爱。赵露思的回答恰恰相反，一般情况下，女主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很谨慎，就算没有默契，她也不会说出来，只是装作客气的样子，说合作愉快，有点默契。看来赵露思真的不是一般的女演员，而是二等班出身的女演员。不知道男主角杨洋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感受呢？赵露思故意与杨洋避嫌，赵露思的回答并没有表现出和杨洋的 CP 感，也不是赤裸裸的撒糖，不符合营业期间的套路操作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因为赵露思在刻意避嫌，不想和杨洋稍微亲密一点，给外界想象空间。毕竟大环境就是这样，一旦男女主角走得更近，他们就会匹配在一起，深深地捆绑在一起。舆论越来越大，以后真的不好下场，说不定还会出现尴尬的情况。节目开播前，赵露思通过直播间宣布单身。据悉，杨洋的团队因此闹得沸沸扬扬，他有种想要抢赵露思热度的感觉。说跟杨洋没有默契也没道理，两个人一起拍了几个月的戏，一开始没有默契也很正常，也不是很熟悉。后续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默契，比如了解对方的拍摄习惯、拍摄风格等等。男女主之间毫无默契，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，观众是不会买账的。作为演员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利害关系，一定会培养出默契，相处融洽。而赵露思说完全没有默契，有点夸张了，避嫌有点超水准了。试问过了几个月还没有默契，那你们还拍什么电影？一个个唱独角戏算了，谁都不用搭讪，不会吧？不是更好吗？赵露思还说眼神永远不会相遇，这也是说不通的。男女主对视是必修课，一定要有亲情的感觉，永不相视实在是太夸张了。拍戏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对方而 NG， 但最终还是要互相配合才能达到一定的戏剧效果。如果你不能确定的看对方一次，你将永远看对方几次。赵露思说的还是太绝对了，除了避嫌还是避嫌，她在故意削弱与杨洋搭档的默契。仔细想想，避嫌也在情理之中。纵观已经播出一段时间的剧集，男女主的宣传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几乎没有营销 CP 的部分。就是说他们没有炒 CP 的打算，既然没有计划，就没必要给观众信号。说死也是一种策略，看剧就看剧，不需要把剧情带入 CP。 回顾赵露思以往的合作习惯，无论是郑业成、丁禹兮、林宇深、肖战等，都没有大张旗鼓的炒 CP。 合作后结束公开接触相对直接，杨洋也一样，只是随着人气的逐渐攀升，他也变得更加谨慎了。结尾，赵露思和杨洋能避嫌是好事。随着系列的结束，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，这样就省了很多麻烦，这是明智之举。很多 CP 都有炸的情况，
解决炸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炸。杨洋厨艺课 Vlog 曝光，戏里戏外反差大。网友想尝尝魔鬼的滋味，最近好像很多明星都喜欢拍 Vlog。日前，鹿晗发布了自己久违的 Vlog。近日，杨洋在《特战荣耀》中的烹饪课 Vlog 在社交平台上线。杨洋饰演的严破月变身严大厨，用椒盐包饺子，做饭的幕后花絮更是搞笑不已。剧中，杨洋饰演的严破月被班长的各种绝活征服，开始老老实实做饭。剧中看到严破月给全公司包饺子，手法似乎很娴熟，饺子里撒满了盐和胡椒粉，很明显他是想惩戒其他战友。不仅会包饺子，还精通用勺子炒菜，刀工也很棒，一块豆腐瞬间变小。切洋葱的时候说不够辣，要换成辣洋葱。很多观众看完这一段都觉得杨洋的厨艺应该不错。不过这个 Vlog 显然没有给严破月挽回足够的面子，还把拍摄花絮剪辑了进去。杨洋在切洋葱的时候热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虽然他的手还在割，但他的眼里已经满是泪水，和他在剧中的形象完全相反。切豆腐的时候动作要慢很多，要在导演的指挥下切啊切啊，勺子一翻，车子就翻了，炒勺子里的菜越来越少。看到这么多反差，严破月虽然很尴尬，但大家却更加开心了。其实在别的剧里，这种戏都是他用替身或者剪辑镜头替他完成的，但杨洋为了保证剧的真实性，自己突破了。我居然看到他不会做饭，但他勇于尝试，学得很快。网友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我希望我能在烹饪课上真正学会做几道菜。粉丝们对严破月包的饺子味道很好奇，连恶魔的味道都想尝一尝。看来大家对杨洋都非常喜欢，甚至冒着中毒的风险，都想吃一下严破月的特色饺子。粉丝们吃不消了，节目组长已经吃下了这个阴森森的饺子，一半的现世盐还好不容易搞定了组长。估计吃了这些饺子，一夜之间全公司的水都喝光了。看来导演组已经很懂得如何去宣传这部剧了。前后对比制作的 Vlog， 让粉丝感受到了一些剧中感受不到的地方。杨洋这次的演技确实进步了很多，他已经从之前甜宠剧的男主变身硬汉了。无论是军训还是厨艺班的厨艺，他都能大放异彩。饺子是一半盐一半辣椒，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把他们弄死的。如果粉丝真的来这种咸饺子，不知道会不会宣布脱粉。想尝尝严破月的荒凉销魂饺子吗？杨洋特战荣耀开播，却因为剧情设定被网友吐槽。杨洋等人的加盟特战荣耀现已正式开播，大家都很看好，因为杨洋是主角，这本身就足够让人惊喜了。更何况杨洋这个角色是另外一个角色，冰，彻底颠覆了以往那些青春偶像，即使是在打斗场面依旧那么帅气。刚看一集就被杨洋饰演的严破月给伪装了一遍。严破月在与黑道老大的激战中保持冷静，配合着同伴，他能感受到身边的危机，但敌人太过强大，险些将大军击溃。当断桥被毁，严破月就像一座人桥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将断壁残垣与同伴连接起来。严破月不仅完成了人桥任务，还完成了单手任务。正当他和同伴挟持人质准备逃跑时，敌人突然向他投掷了一枚手榴弹。手榴弹扔出去，虽然看起来很刺激，但观众并不因此而兴奋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严破月的主角气场太强了。画面一转，严破月刚刚成为新兵，自此他的阳刚之气再也掩饰不住。因为他的同伴吃多了，被教练罚了个10来回，很多人都坚持不下来，但严破月等人却成为了这群人的领头羊。本来应该表扬的严破月却说很讨厌，直接拉进了黑名单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，严破月公然挑战上级，甚至自称是连长，带领一众新兵跑完一圈，然后不肯回家吃饭，坚持在训练场上跑步，一直跑到夜幕降临。严破月的表现超出了常人的范畴，但这家伙还真是够努力的，简直是在折磨自己。
好歹这是一部军旅小说，怎么会把燕破月这样的角色拍成青春剧呢？燕破月虽然出类拔萃，但一个菜鸟敢挑战上级，不怕被开除吗？更搞笑的是，他还坚持一边跑步一边炫耀自己的优秀。说白了，燕破月这种人物，若是在现实世界，绝对会被当成神经病。特战荣耀的首播总体上令人失望，大家都知道燕破月是男一号，但是因为编剧要突出他的优秀，所以在荧幕上显得过于做作，让人看不下去。展现自己的长处，会让人觉得矫情。当然，我不是在侮辱你的艺人，我只会给你中肯的评价。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感受呢？